大家好，我是毛素汐，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灵魂伴侣。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，都会遇见自己灵魂家族的成员，也就是灵魂层面的兄弟姐妹。他们是那些跟你有着相似灵性旅程的人，而更深一层的连接呢，则是灵魂伴侣。他们是那些你在灵性团体或者是灵性家族中遇到的个体。灵魂伴侣在灵魂层面有着更深层的连接，他们也经常投胎为不同的性别。他们在灵魂层面呢，有着来自第6维度的磁性连接，而这种连接非常强大。灵魂伴侣的关系会比灵魂兄弟姐妹还要更深。灵魂伴侣之间在灵魂层面会互相吸引，灵魂伴侣之间的磁性吸引也会触发深刻的转变。如果双方都足够理智，并坚信他们之间的连接的话，同时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意识去识别出他们被编程的部分，那么他们两个就可以形成深刻的神圣结合，而他们之间的结合是可以贯穿宇宙所有层面的。男女极性的神圣结合是指一对灵魂伴侣之间的结合，他们之间的结合是2个灵魂在创造层面的所有结合，肉体、电浆体、以太体、星光体和心智体，所有的身体合而为一。当一对灵魂伴侣肉体合而为一的时候，就是神圣结合发生的时刻。这样的神圣结合可以开启一个门户，这个神圣结合也是女神奥秘之中最深层的奥秘。这样的神圣结合也可以逆转老化，这也是通往长生不老的秘诀。当灵魂伴侣之间有了神圣结合，他们2人的昆达里尼能量就会沿着脊柱向上到达顶轮。一旦他们的昆达里尼能量到达他们的顶轮，他们就可以把宇宙中的高频能量吸引到身体之中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逆转老化。一对灵魂伴侣的神圣结合是通往长生不老的关键所在。当你灵性发展到一个层次的时候，当你越来越靠近自己扬升的时候，那时你就需要一个灵魂伴侣，甚至双生灵魂来实现你的扬升。我刚刚描述的很美好，对不对？那些都是理想的状况。然后现在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，看一下如果灵魂伴侣相遇会遇到哪些事情，好吧？在现实生活中呢，当一对灵魂伴侣相遇的时候，他们体内的植入物和控制编程都会被启动，他们内在对立的控制程序会被立即激活。然后这种编程呢，跟植入物和儿童时期的创伤有关。植入物的部分呢，我会放在双生灵魂系列中讲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在你多维度身体当中放入了一个障碍，所以能量流动就受到堵塞，高频的能量就转化为低频。你可以理解为河流中多了一块大石头，所以水流的速度、方向和能量就都受到了影响。也是基于植入物还有这些曾经发生过的创伤，所以灵魂伴侣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，会触发2种反应，而你反应的方式呢，则取决于你对这种连接的准备程度。第一种反应呢，是有意识的强大连接，他们走到一起，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和能量将会开启强大的净化过程，因为灵魂伴侣会触发你所有的编程，让这些编程表现出来，进而你可以去转化它们。然而灵魂伴侣的连接也会在地表产生最强大的能量，可以治愈地表的异常。如果双方都可以致力于提高自己并转化他们内在的阴影，他们会影响并帮助转化地球的局势。而随着地球频率的提升，灵魂伴侣的见面也会变得更加容易，这会创造新的实相。灵魂伴侣的连接会启动灵魂层面的深度转化。第2种反应方式呢，则是你追我跑的戏剧化反应。他们相遇了，并感受到强大的吸引力和连接，但是这让人感觉不舒服，因为这触发了很多问题。矩阵的控制系统启动了，逃跑者和追逐者的角色从此就产生了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给逃跑者的建议就是，不要再回避了，走入自己的内心，直面自己的恐惧，使用紫罗兰火焰去转化它，找到触发它的原因，并且释放。这就像一门课程一样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去跟你的灵魂伴侣去谈这个问题，它可能会让你感到恐惧，但是都会好起来的。给追逐者的建议呢，就是不要再去追着跑了，走进自己的内心，看看
自己在寻找什么，并且去转化它，然后你要从灵魂层面去显化你的灵魂伴侣。把这些分享给大家，是想提高大家的意识状态。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，那么你们就可以识别出在哪种情况下你们是处于被操纵的状态，从而可以去有意识地转化它。还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在地球以外的其他地方有2种婚姻关系，其中一种是从一而终的誓约婚姻。这种从一而终的誓言通常会发生在灵魂伴侣跟双生灵魂身上，这当然只是其中一种选择，而另一种呢，则是比较自由和开放的性关系。这种开放的性关系是灵魂家族之间的性关系。在开明的社会里，这2种关系都存在，毛素星人、天狼星人等等种族都存在这2种婚姻关系。说了这么多呢，是想让大家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，因为这2种婚姻关系所需要的意识水平远远高于人类现在所处的意识水平。即便是目前灵性修养层次很高的人，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接受这些信息。不然呢，等到我们真正跟他们实际接触的时候，这2种文化冲击会非常巨大。听完我分享的以上内容，你准备好跟自己的灵魂伴侣见面了吗？